如果你的厨房里只能留一罐酱，我建议一定是它——万能香菇牛肉酱。大家好，我是娇妈。这一口下去，既有牛肉的嚼劲，又有香菇的鲜美，还有浓郁的蒜香。有了它，连白馒头都能吃出幸福感。现在就让我们看看怎么做吧。我们先准备一块250克的牛里脊，牛里脊肉质比较嫩，长时间油炸肉也不会变柴。我们先把牛里脊切小，牛里脊内部也没有牛筋，特别适合小朋友吃。我们再把切小的牛里脊切成肉丁，肉丁不用切得特别小，一会儿熬制牛肉酱的时候，肉也会缩小一些。差不多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把切好的牛肉放入一个大碗里面，倒入可以没过牛肉的清水。牛肉要在水里面浸泡差不多30分钟，这样做可以去掉牛肉里面多余的血水。泡好的牛肉沥水捞出，中途也可以给牛肉多换几次干净的水。接着拿几张厨房纸，把牛肉表面的水分擦干，一会儿可以避免牛肉进油锅的时候油溅得到处都是。这样处理好的牛肉特别干净。接着我们来处理42克干香菇。香菇我已经提前泡发好了，泡发后的香菇差不多有1小碗。香菇在切之前记得把多余的水分挤掉哦。用刀先切成片，然后切成香菇丁。这里不建议用鲜香菇，只有干香菇才有特别的香味。香菇丁切成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来处理3个小米椒，希腊的小米椒品种比较大，如果是个头小的小米椒，可以再多放几个。当然，小米椒也可以按照个人的吃辣程度来决定放多少。最后小米椒都剪成这样就可以啦。接下来我们要准备1小碗大蒜，差不多是2个完整的大蒜量。大蒜的香味可以提升这道牛肉酱的风味，是缺一不可的配料。因为大蒜的量还是比较多的，切的时候耐心细心一点。我找了家里的小帮手帮我剥大蒜，省力了不少。最后切成蒜末就可以啦。这里的蒜末不用切得特别细，留一点颗粒感会更好一些。接着热锅里面加入2碗油，差不多300克。做牛肉酱的油要多一些，这样可以方便存放，冷藏可以保存10天左右。中小火加热，油有点温热后加入蒜末。这道菜在烹饪的时候的整个核心是油温不能太高，燃气灶小火就差不多了，电磁炉的火可以适当调到中火。如果发现大蒜有变焦，说明油温太高了，要把火调小。蒜末炒到有香味后，我们加入提前准备好的香菇丁。这里依旧保持刚刚炒大蒜的油温，继续翻炒。香菇要炒到半干为止，所以泡发好的香菇一定要挤掉多余的水分，也是为了这一步快一点。水分越多，炒制时间就越久。最后炒到香菇半干，微黄缩小就可以了。我们就可以倒入刚刚准备好的牛肉丁了。火候还是不用变。锅铲要不停地翻炒，也是为了防止粘锅。牛肉丁切的颗粒大一点，吃的时候口感也会更好一点。炒制一会儿后，我们能看到油里面的水分还在慢慢蒸发，油会变得更黄一些。等牛肉炒到半干的时候，差不多是这个样子的，我们就可以加入小米椒了。火候继续保持不变，锅铲还是需要不停翻炒。小米椒要炒到没有水分，带水分的牛肉酱也不利于保存。最后炒到这个程度，可以看到刚刚饱满的小米椒，现在水分蒸发的大概只有辣椒皮了，而底油也变成了黄色。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加入6勺黄豆酱了，然后加入半勺盐，
也可以少量多次加入，调到你喜欢的咸淡即可。继续保持刚才的火候翻炒，炒到黄豆酱里面的水分蒸发，油看起来是黄色的就可以了。中途可以尝个味道，淡的话还可以补一点点盐进去。最后是香辣咸香的味道就对了。同时，香菇牛肉酱也炒到这种状态了，锅里的油是这种黄色了。我们再加入2勺熟白芝麻提香，小火翻炒2分钟就可以出锅啦。这道香菇牛肉酱真的是色香味俱全，而且有多种吃法，直接吃拌饭、拌面加馒头里面都特别好吃。最后炒好是这样的，闻着就要流口水啦。大概放2天后，酱的味道会更浓郁。等凉后可以放入密封罐里面，瓶口抹点白酒，可以保存10天左右。喜欢我这个视频的朋友，记得点赞加订阅我的频道哦。每周我都会更新好吃又好做的美食的。最后感谢大家收看，我是娇妈，我们下期再见。